从不漏球啊。那么大家好，我是琉璃。本期视频呢是暗黑破坏神4法师的冰封球闪电矛的攻略视频啊。那么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一个偏向于纯刷罗盘的构筑，所以我整体的构筑会比较极端的去追求站桩时候的坚韧能力。目前呢，我当然用这一套玩法开鼠标红挂8存罗盘是可以硬吃亵渎者技能不死的。打最后3个 BOSS 的时间呢，在20到40秒之间。到底用多少时间就得看有没有刷出刺染者这个马拉松逼了。这个赛季到现在呢，我已经把死灵、德鲁伊、游侠跟法师都练到了100级算是琉璃职业玩的最多的一个赛季了。在开赛之前呢，我对这个第5赛季的定义是倾向于 FPS 游戏里的 ECO 局的，ECO 局要怎么打，前天的 G2 已经演示完了。不过比起探索旅鼠自杀之谜的他们，在暴雪华贵改完罗盘跟暗金之后，这个赛季呢，在 S4 的底之下还是可以尝试的就是了。如果你没有玩过 S4 或者之前玩的不多的话，那么你在第5赛季应该能获得很好的游戏体验。那么接下来是整体的 BD 构筑入门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套构筑基本上是在沙耶分享的后期构筑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动。原因呢是，虽然我每天的口号都是从不漏球但我看见了要捡球刷 CD 的法师构筑还是会红温，所以我们主要的变化就是优化掉了沙耶的吃球体系，继续走呢维尔玉雷术的减伤体系。巅峰方面也进行了微调在装备毕业的情况下多毛了一些生命值跟攻速来方便我挂机。2套构筑的链接我已经放在屏幕上了，如果你是打算自己写作业的朋友，那么可以去对比研究一下。如果是初次尝试这个打法的朋友，那么接下来我会简单聊聊这个玩法的入门，然后再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整体的构筑。那冰封球闪电矛这个体系的核心呢，在于破碎东镜暗金项链以及闪电矛威能后者是可以得到基于爆伤的独立增伤，在我们堆积了大量爆伤之后，它的输出很爆炸，而且呢，由于闪电矛它是一个自瞄的技能，所以也不需要我们瞄准丢出去就能打怪了。而前者的词缀呢，不仅可以让我们用冰封球爆炸的时候刷新召唤魔法的冷却，还能让我们的冰封球和召唤魔法实现互相召唤法师的召唤魔法是分为火蛇、冰刃和闪电矛3个的，同一时间呢最多存在64个召唤魔法，其中呢火蛇的上限是2个，冰刃的上限是6个，剩下的全是闪电矛。后期装备成型的法师可以做到同时召唤2到40个召唤物，他们呢都能触发召唤精通这个被动，来为法师提供大量的伤害、移速跟回能。而决定召唤物存在上限最核心的要素就是我们的攻速跟项链的特效了。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抄完了作业，自己的叠层跟回能都不太够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是攻速这一属性你不够达标。我们是可以在手套、戒指这些部位寻找到攻速词缀的，我建议你这些部位的攻速尽量是太古词缀的，并且强化的时候也要尽可能的命中。后期在毕业的情况下，我们配合巅峰加点是可以实现喝药之后面板攻速达到100%的。琉璃演示用的角色攻速为喝药 97.5%， 手套精造完毕之后应该能做到100%整，那这是属于偏向强迫症的做法。一般情况下呢，你无 buff 面板攻速有 65%， 应付罗盘8还是没有压力的。成型之后的这套玩法，我推荐你使用鼠标红游玩因为玩法本身是需求你闪电矛、冰甲、终极技能还有冰刃或者火盾冷却一到就按的，这时候你还要不停的释放冰封球这个技能，如果纯粹手按的话，打2把就要抽筋了。但反过来说你开红的话就能实现一键挂机了。下面是琉璃目前使用的逻辑鼠标红，这个红的功能呢是启动之后每 0.01 秒自动循环一次冰甲、冰刀、不稳电流、闪电矛还有冰封球5个技能。你如果用的不是逻辑的鼠标红，那就调整一下实现类似的功能就好了。不带火盾呢，是因为以我目前的坚韧可以在非4人难度下扛住亵渎者的火球，所以我去掉了火盾，换上了冰刃。你也可以选择不带传送带火盾，让自己挂机罗盘更加的稳定。那接下来是琉璃目前的玩法构筑装备和替换选项上面呢基本上是定型的，所以在最后聊词缀的时候说。我们先聊聊技能方面的改动。那跟沙耶给出的后期构筑不同的是，我取消了所有爆裂电话相关的加点，而关键被动呢也换回了提供减伤的维尔玉雷术。核心技能里我选择了加了3点电核弹，它呢被不稳电流带出来的时候是可以提供减伤的。其次就是加了1点强效咒护，这样配合我的泰瑞尔就能做到 85% 的全抗了。如果你的泰瑞尔是太古的全抗上限，那么就取消这个技能点去加别的。传送我是用来解控跟位移的，纯挂机的话可以去掉技能点去带火盾。寒冰甲这里我点了一下微光寒冰甲，这样呢在盾被打掉的时候可以更快补充。元素调和是用来刷冰火盾的，可以去掉。火蛇呢是用来挂燃烧的，而元素协调点满是方便挂机被亵渎者破盾之后把它快速叠满。不稳电流我只加了2点，获得它 25% 的2类攻速就好了。
其他的技能基本上都是正常的加点。巅峰方面呢，我跟沙耶的区别也很小，而其中在冰冷命运这里啊，沙耶是多花了5到6点去加智力，获得更多的非物理伤害，以此来保证2个传奇节点都能吃满加成的。但在后期我们装备成型，并且附魔和元素石2个雕纹都21级之后，我们就能把它取消去加其他的节点了。比如琉璃就选择在元素召唤师这个传奇盘里改了一下走线的方式，额外获得了2+2+4%的最大生命以及9.2%的面板攻速。如果你要改成这样的走线方式，最好确认一下自己即使没加那些智力，也能做到面板的冰霜伤害有300%啊，不然传奇节点吃不满就有点得不偿失了。最后是装备词缀的选择和稀有暗金的更换。这个赛季呢，稀有暗金整体是比较容易获取的，除了最常规的刷200 boss 获取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练小号刷罗盘的方式来积累声望，从而快速获取电花。小号重新刷一轮声望榜的，除了电花之外，还能从其中的宝箱里开出一些门票。脸白的朋友可以用它们直接刷出稀有暗金，脸黑的朋友就要跟琉璃一样不停的起小号了。如果有朋友带的话，差不多3到5个小时就能一个号打满，自己单刷的话要7到8个小时了。头部呢，我建议你选择斜角之冠军帽，它和无形夜空之戒是推荐你最先获取的稀有暗金。金罩建议是首先冷却，其次生命，最好3次金罩都能命中冷却。没有军帽的话，可以用自带护甲跟冷却的传奇头盔，选择维尔御雷术或者冰雪帷幕威能来减伤。胸甲为了挂机罗盘8不死，我选择带泰瑞尔之力，金罩最好3次都命中减伤。你也可以和琉璃一样，2次减伤，1次全抗上限来降低成本。替代品呢是词缀有护甲、智力、生命或者每秒回复法力的传奇衣服，威能跟头部一样，选择防御的就好了。手套这里我选择了攻速、暴击、爆伤的传奇手套，太古词缀建议你优先攻速，其次爆伤。回火选择闪电矛、幸运一击和爆伤。金罩呢优先命中攻速，溢出了之后再选择高数值的爆伤了。而裤子这里我们选择智力、生命跟闪避的传奇裤子。太古的词缀呢优先智力和生命。回火选择寒冰甲的词语时间和闪电矛的幸运一击。如果你觉得控制不足，就可以换一个幸运一击冻结。金罩优先智力跟生命就好了。鞋子这里我选择的是 A 书传家宝，词缀就只看爆伤跟暗金的特效，金罩也是建议优先爆伤了。武器呢选择传奇双手杖，词缀是智力、生命和爆伤。太古词缀优先选择爆伤或者生命。回火呢选择爆伤跟闪电矛的2次几率。理想的金罩情况是中2次爆伤和1次闪电矛概率。这个闪电矛概率你也可以换成冰封球2次释放的概率，不过回火起来会更麻烦一些。金罩呢也得命中冰封球的2次释放。项链肯定是破碎东镜啊，你要优先保证召唤魔法精通和冰封球的爆炸减 CD 满值。太古词缀跟金罩也是这2个词缀优先。如果你不想浪费太多材料，那么金罩只要保证3次都中这2个词缀就好了啊。比如琉璃这个项链就是2次召唤精通1次爆炸。戒指呢一般是1个暗金1个传奇，暗金固定是无形夜空之戒啊。金罩优先命中攻速，其次是暴击，最好能命中2次以上的攻速。如果你没有无形夜空之戒，那么就换成带攻速、资源消耗降低的传奇戒指，回火1个资源生成，然后带奇才威能来回蓝。另外一个戒指的词缀则是攻速、暴击和爆伤。太古词缀呢优先选择攻速跟爆伤。如果你的其他装备都很好，那么即使在戒指没有暴击的情况之下，鞋子的特效吃满也能有 85% 的暴击。这时候你就可以把戒指的暴击换成智力或者生命了，因为闪电矛是自带了 15% 的暴击的，这时候已经满爆了。而戒指的回火呢选择是闪电矛冷却以及暴击伤害提升。金罩优先命中攻速，其次是回火的词缀啊，这3个词缀无论中的哪个都可以接受。这个赛季呢，由于暗金装备穿的多啊，关于装备跟词缀的选择也比较固定，操作和技能啥的前面也聊得差不多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迫不及待要成为天命人的琉璃啊，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